但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碰撞有激化之势。新加坡防长黄永红昨天在阿斯彭论坛发表演说，告诫台湾问题是深红线，美国应该远离。那您对此又作何分析？那么就在3个月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曾经在线出席阿斯彭论坛的首场安全对话。他的发言主旨呢，在警示中美冲突，在强调现实是中美任何一方都无法击倒另一方。那么李显龙同样警示，台独是绝对醒目的红灯。3个月之后，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在美国现场参会，那在台湾问题上，他明显提高了警示等级。所谓深红线的这个提法非常直白，这实际上也代表了第三方对当下台海局势的一个不安判断。那如果美国继续无底线滥打台湾牌，继续踩碰这条深红线，那么中美关系必然会遭遇王毅会见布林肯时他所告诫的颠覆性、全局性的破坏，那就一定会是两个大国所谓新冷战乃至热战这个预言的自我实现。美方现阶段滥打台湾牌的危险之处还在于，无论是军方、行政乃至立法部门，他们都在争相上牌桌。美国共和党的少数派参议员刚刚又抛出了一项所谓提案，鼓吹以外方军事融资为名，每年拨付20亿美元的军援，用以资助台方来购买美国的武器。那这是真正的玩火动作。这也正是黄永红在美国告诫美方必须远离深红线的一个真正的动因。中美气候特使在格拉斯哥见面，就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对话交流。那管先生，您对此次会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正在进行的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大会场边外交的一部分。当然了，媒体对这一次会晤有特别的关注。一方面是因为中美作为全球前2大碳排国，作为全球前2大经济体，在气候议题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力。那媒体舆论都希望从两国气候特使的互动窗口来观测、来评估2周气候会议它的走向和前景。但是同等重要的恐怕也是中美关系目前全面紧绷的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习近平上次在和拜登通话时就特别强调，这是两国必须要回答好的世纪之问。事实上昨天会晤的美方当事人，此前恰恰是美国媒体曝光所谓拜登团队对华政策内斗的这个主角之一。那么就在上周华盛顿邮报刊出重磅的爆料文章 In Advance of Climate Summit Tension Among Biden Aides on China Policy。 气候峰会揭幕前拜登助手们在对华政策上紧张对立。那么作为对立的一方，柯里的态度非常明确。拜登上任以来，已经将气候政策目标作为施政的重点，但是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实质改善，这一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所以柯里上任之后一直在积极寻求和中方对话，他已经2度访华，也在全力推动拜登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直接沟通。那么美报使用的英文表述是 direct diplomacy。而以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为代表的白宫助手，他们则站在克里的对立面。沙利文此前曾经公开发声，扬言美方不会有气候合作来和中方做交易。那么就这一次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前景来看，在多国领导人参与的峰会散场之后，各方普遍预期是比较悲观的，预料将会重演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协议难产的一幕，很难会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那就连克里本人他也都承认，发达国家向穷国许诺的1000亿美元援助无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那么军援额至少要翻1倍以上。但是即使是这10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至今也还是没有兑现的空头支票。那至于以气候变化合作来带动中美关系实质性改善，现在看来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的外交预期。王毅说得很明确，气候合作不可能成为沙漠中的绿洲。昨天有美媒率先爆料称，中美2国领导人线上会面期间有望宣布重开领事馆，引发广泛关注。那今天外交部发言人也做出了回应，您对此怎么看？中美关闭驻休斯敦以及成都的总领馆，这是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陷入到美国媒体所谓 free fall， 也就是自由滑状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也是中美关系全面承压紧绷的直接的投射。
那么被关掉的总领馆能够重开吗？这当然是备受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我注意到 Politico 新闻网它率先爆料之后，包括彭博社等主流媒体纷纷跟进。但是呢，今天汪文斌在回应南华早报记者就此提问的这个提法，它是猜测性的一个报道，所以啊，这个说法并不靠谱。充其量呢是美国网媒的一个话题预设。当初为何中美两国爆发外交战？导火线无疑是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的单方面行动，是不计代价挑动中美关系，中方呢只能做出对等的反应。那么特朗普政府的错误会不会被纠正呢？美方会不会拿出真正的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呢？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拜登已经就前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向全世界道歉了。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关掉的总领馆要重开，关键呢还是要看拜登他能不能做出有别于前任的选择。那么这才是美媒真正要施压的对象。Politico 新闻网昨天的这个标题很耐人寻味 ，All eyes on the Biden-Xi Virtual Summit， 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中美元首这场视频峰会。美媒指出，中美关系能否重启，如何重启？关键在于两位领导人的抉择与推动。那么，正因为中美双边关系兹事体大，美媒甚至引述基辛格中国研究所荣誉创始所长、前美国驻华大使叫斯特普顿·罗伊的建议，说拜登在进行外交对话时必须要确保他不脱稿。那么，这位资深的外交官就认为说，拜登的问题在于他讲的太多，很多时候他根本停不下来，但是呢，言多必失。也欠精准，但是呢，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时，必须要有最大的精确，所谓 great precision。那么，如果中美关系能够重回正轨，那么关掉的领馆重开呢，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